我叫苏婉，今天是我在自家集团上班的第一天。我爸说要从基层开始，不能搞特殊。我本来以为这会是一场低调、朴素、平平无奇的实习。实习生培训在26楼，普通电梯排队大概10分钟。10分钟？那我今天第一份报告就是迟到检讨。他进董事长电梯了，新人第一天就这么有。更要命的是，电梯里站着的是我爸。董总早。年轻人上班还是要算好时间。不好意思，没想到这么多人。小婉，华南区数据你怎么看？数据没问题，看数据的人有问题。还有，您偷看实习生资料不礼貌。董总，26楼到了。我以为我已经够不低调了，没想到还有人比我更像董家千金。董小姐，大家都听说董事长的女儿今天入职了，不会就是您吧？有些事家里不让我说太多。新人，迟到还走专梯，挺会抢风头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刚进公司就多了一个异父异母的亲妹妹。2位实习生从今天起跟清养新品体验日项目考核结果进入转正评分。大家好，我叫苏婉，需要跑腿、做表、改文文都可以找我，但最好一次别全来。董雅琪，你也姓董？董事长的女儿今天不是也来实习吗？家里让我从基层开始，不希望我太张扬。既然家里有交代，大家就按普通实习生对待，别搞特殊。董小姐，您做项目资料最全的这边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姓董的又不止我爸一家，再说真假又不靠大家喊，先把工作做完比较重要。这次清养新品体验日活动由你们2位共同负责，谁更适合哪部分自己协商。我擅长整体表达，可以负责最终提案和现场汇报。董小姐气质好，站台上就像品牌代言人，跑场地、问卷这种基础活让苏婉做正合适。可是用户调研和场地数据也是方案核心，一个人做会不会太多？苏婉第一天就坐过董事长专车，胆子和能力应该都不小，多做一点也能早点证明自己。韩经理，你是说300份问卷、6个场地、2套流程，3天交，对吗？有问题？有。董雅琪只负责汇报，其他事都由我来做，那她这3天会闲得发慌。这样吧，她跟我一起跑第1轮调研，后面谁更擅长什么再分。共同项目总不能一个人共同，另一个人项目吧？新人先服从安排。这里写着共同负责人需共同参与核心环节，我只是按制度来。韩总不会让我们第一天就违反考核规则吧？那行，先这样，出了事你负责。免费试喝，不好喝也可以直说，我们今天专门来听真话的。免费试喝，欢迎大家品尝。他不是共同负责人吗？他现在负责给朋友圈提供项目氛围，我们负责真实数据。瓶盖单手不好开，送单时我经常腾不出另一只手。麻烦您再演示一次，我记下来。品牌要做年轻白领，你把时间浪费在不相关的人身上，能得到什么高端结论？得到一个每天骑车最需要单手开屏的人。用户不是靠衣服分高低，是靠需求分场景。你这种思路做出来的东西只会显得廉价。那高端的董小姐，麻烦完成剩下50份，让我看看高端答案长什么样。董小姐太拼了，第一天就加班，有能力的人就是不一样，既能统筹又能顾全细节。别急，朋友圈不计入项目数据库。你什么意思？提醒你明早9点前交50份有效问卷，照片可以滤清，数据不行。苏婉，你真以为做点苦活就能压我一头？
我没想压你，我只想把项目做完，你站在哪儿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好，你这么能干，那就都交给你。明天汇报，我负责讲，你负责把能讲的东西准备好。他们太过分了。没事儿，灯的开关又不认千金。今晚先把真实数据做出来，明天谁没做事，一问就知道。经过我对用户需求的梳理，我认为新品应突出轻负担、随手饮的概念。思路好清楚，不愧是从小接触品牌的人。不错，原始调研样本是多少300摊左右。有效样本率呢？这个还在核算，327范，剔除重复和无效问卷后是289范，有效率88.4%。董雅琪负责表达，我负责数据。共同项目少了哪一边都不完整。有效样本率都不知道，这份报告真是他做的吗？可 PPT 上怎么只有董雅琪的名字？那就继续合作，别在署名这种小事上浪费时间。署名不大，但能提醒每个人自己负责什么，以后就不会有人汇报时连有效样本率都不知道了。你明知道我第一次做项目，还当众让我回答那些细节，这个基础数据共同负责人不该知道吗？董小姐负责的是大方向，哪有时间记那些小数点？你做点底层工作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格局也太小了。原来大方向是不知道从哪来，也不知道去哪儿，只负责站中间。既然你这么辛苦，这杯给你。对不起，我手滑了。他也是好心，你别摆脸色。第一次是手滑，第二次就得去检查握力了。下次别端热的，容易伤到自己。你是在威胁我？是在关心你，毕竟项目还没结束，共同负责人少一个，我会更累。麻烦借过，茶水间可以聊天，但不能改成收费关卡。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，再这样下去，所有人都会看出我没做事儿。那就别让他有机会把事情做得那么漂亮。舅舅，你当初说只要我姓董，大家自然会往董事长家里想。现在他一直盯着我，我迟早会露馅儿。你从没亲口说自己是董事长女儿，真出问题也是别人误会。你要做的是把这个误会用到最值钱的地方。沈氏集团的继承人会参与下一阶段合作，只要你和沈家少爷搭上线，别说一个实习岗位，连我这个副总的位置都能往上动。至于苏婉，把最难的场地和供应商都给他，他做不完是能力不行，做完了你是共同负责人，功劳少不了你。韩总放心，我和赵倩会让大家知道，苏婉只是爱抢功。他不是喜欢做吗？那就让他做到撑不住。这至少是3个人2天的工作。董小姐要准备领导汇报，当然不能被琐事拖住。苏婉不是最会做细节吗？有能力就别抱怨。你帮我呈报价，我先打电话筛掉不符合消防和用电条件的场地，下午只跑剩下2个。可样品流程怎么办？我们把试饮搬到场地看查里，一边看场地一边问真实客流，一趟做2件事儿。这个位置看似在中庭，实际从扶梯下来只能看见一半。我们可以换到入口侧区，用面积缩小换更好的曝光，费用也应该重新算。董事的实习生挺会谈条件。程先生，这2位是董事项目组，程野，沈氏合作团队代表。你觉得入口侧区能承受同时30人试饮吗？你怎么不问我？你进门先看镜子，他进门先看插座。现场问题问他更快。入口侧区人流快，但停留短，你需要增加一个能让人停下来的互动点。我也这么想，用空瓶回收做即时积分，既延长停留，也符合轻负担概念。创意不差，执行细节还是不够。那就麻烦这位看插座的先生说细一点。排队左进，回收右出，电源贴墙，积分台靠里，消防通道留空。
沈氏集团的项目代表亲自来了。听说沈家少爷年纪轻，平时很少公开露面。程野，可能就是他。宁可认错，也别错过。下次对接你亲自去。有些场合不是能干活就够了，合作方看的是门面，你穿成这样，别人会以为董事连实习生都养不起。挺好的，今天跑了2万步，脚还在。董小姐背的包才叫体面，你这个帆布包买它1根肩带都不够。明天沈氏团队会来复核，包要是只负责摆着，记得别挡消防通道。程先生，听说您只喝手冲，我特意让人准备的。我今天喝什么得看项目负责人心情。回收积分需要扫码系统，临时开发来不及，入口人流快，排队会堵通道，样品冰柜用电也超出场地负荷。扫码改成纸质印章，排队拆成2条，冰柜不用全天开，分批补货。苏婉，你是不是太喜欢表现了？一个实习生把所有人的意见都堵回去，显得你最聪明吗？我在回答项目问题。你穿着几10块的鞋，背着帆布包，连目标消费者的生活都没体验过，凭什么替品牌做高端判断？品牌不是街头问卷，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人，首先看质感。苏婉连像样的包都没有，却总想教别人什么叫用户。他可能觉得会做表格就能代表一切，有些人越缺什么，越喜欢装不在意。我确实不靠包证明自己。今天讨论的是300万元预算怎么花，不是哪只包更贵。你当然可以装清高，反正场地是我家里的资源，沈氏的合作也是我牵的线，你只需要做点杂活就能跟着分功劳。场地是我和唐月跑的，合作方是按公司流程来的，方案里的数据是团队调研得出的。你可以不干活，但不能把大家的活变成你的家里资源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当众教训我？共同负责人，你3天没交过1份有效问卷，却拿着我的数据说自己统筹全局。我现在只问一句，明天的样品试饮流程你到底看没看？董小姐当然看过，这里有3种口味，她闭着眼都分得出来。你不是最懂用户吗？当着大家的面试，告诉我这一杯有什么问题？我对坚果过敏，这杯我不试。刚被问到就过敏，你找借口也找得太快了。他说不能喝，就换人。这杯是原味，你今天必须给出结论，否则别再说自己负责用户体验。原味？当然，标签只是还没贴。不对，这里没有坚果。一口饮料而已，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他真的过敏了。这是榛果燕麦配方，谁把样品放乱的？我不知道，是他自己说原味的，我看错了。我包里有急救药，外侧口袋。谁都别把事情往外传，先说是样品标识错误，人还没脱离危险，你先想的是怎么统一口径。舅舅，他不会出事吧？我只是想让他试一口，我不知道那杯有榛果。老爷，先别承认是你递的，就说样品混放，他自己拿错。苏婉，清空电梯，联系医院。董总怎么来的这么快？一定是董小姐通知家里了。毕竟是在我负责的项目里出了事，家里当然会重视。今天的事先到这里，雅琪已经第一时间联系董事长，剩下的由公司处理。你这个基层体验比我预想的丰富，至少用户反馈很真实，榛果味挺浓，就是不适合我。我现在就去找韩启明和那几个实习生算账。爸，董雅琪不知道我过敏，她确实想让我难堪，但事故是她不懂配方又逞强。
现在公开身份，大家只会觉得我靠你翻盘，不会真正看见他哪里错，也不会看见我能做什么。你差点休克还惦记项目，正因为差点出事，我更想把流程改好。样品没有清晰标签，负责人没读配方，现场没人核对，这不是只骂一个人就能解决的。董总，沈医生在外面等了2个小时。醒了就好。项目组已暂停所有无标志样品，明天重新培训。谢谢你今天救我。不用谢。下次别人逼你做明显有风险的事儿，别拿自己的身体证明你有勇气。我确认过是原味。你确认的是一个连配方都没看的人。你怎么不多休息几天？再休息，体验日就要改成纪念日了。许巍，把检查念一下，对上面就只说是样品管理问题，后续按内部流程整改。这次事故是因为样品标签不够完整，试饮杯摆放混乱，导致现场人员拿错样品。作为样品整理人员，我核对的不够仔细，之后会严格按照新流程执行。情况已经说明清楚了，相关人员内部批评，样品重新规范。今天的复盘就到这里。我有补充。你身体刚恢复，先别把事情扩大。我不追究谁说了什么，只讲流程。当天3种样品用了同样波压杯子，无完整标签，取样、递丧、试饮没有复核，出现过敏后，现场还有人先讨论统一口径，这些才是项目风险。谁都别往外传。你什么时候录的？会议系统自动录音，用来生成纪要，不是我偷偷录关。从今天起，无标签样品禁止进入会议室，过敏信息列入试饮确认。你是在针对我？不是，我是在确保下次不管倒下的是谁，都有人先救人，而不是先想怎么解释。青阳城市快闪周进入执行期，苏婉负责用户体验和现场统筹，董雅琪负责媒体接待与对外物料，唐月协助苏婉。凭什么他是现场统筹？因为场地方案、用户动线和应急流程都是他完成的，负责人看交付，不看姓氏。恭喜，审视团队也同意这个安排。程先生，媒体接待需要和沈氏频繁沟通，我会亲自负责。当然，以后合作上的重要决定，我也得听我们沈老师的专业意见。清氧新品体验日现在开放，请按照入口指引依次体验。3组样品配料和过敏丙都核过了，双人核对表已经签完。好，没有双签的样品不上台，试饮前先问过敏信息，再递杯。沈老师现在连我的杯子都要审核。风险整改的一部分，只整改他一个人的杯子，属于重点项目。本次体验日到场人数、有效反馈和自然传播均超过目标，过敏源整改与情绪印章为评分最高环节。这次是团队共同努力，雅琪对外形象稳定，苏婉执行也算及时。请按实际贡献写。事故前的核心调研、流程整改和现场调整都由苏婉完成。董雅琪完成媒体接待，但也有样品强迫试饮和现场误导记录。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过敏，难道一次意外就要否定我所有努力？没人否定你做过的部分，也不能因为你做过一点就删掉造成的风险。写清楚，不是为了羞辱谁，是为了下次别再有人犯错。沈氏同意进入下一阶段合作，今晚安排一场小型庆功宴，项目组都参加。明明你才是项目功臣，怎么谁都有份儿，就你自己吃最小块？功劳又不是蛋糕，切小了也不会少。沈老师，项目已经结束了，您还管我的盘子？项目结束，过敏不会结束，这叫售后服务，而且只服务一个客户。程先生，这次合作多亏沈氏照顾，家里让我准备了一点小心意。
你说的家里是韩副总家，还是董事长家？都是合作伙伴，不必分得这么清。真正做决定的人没收礼物，我更不能越俎代庖。程先生，我正好想继续聊下一阶段合作，可以顺路送您。真正需要聊方案的人在那边。我明白，您的身份不方便公开。很好笑。一个人每句话都在说真话，另一个人坚决不信，挺考验沟通能力。你也经常这样？我哪有？谢谢，普通打工人的反应速度还挺快。你很在意我是不是普通打工人？不在意，人又不是靠车标和名片分类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周末项目组来老城补拍城市轻松时刻，不用开会，但所有成员都得临时出镜。衣服尺码对不上，只剩这套吉祥物服，要不你负责互动？总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全组。吉祥物也很重要，最适合亲和力强的人。行啊，至少不用担心装花。气泡瓶也会走路吗？会啊，还会击掌。谁先来？你干什么？双人画面更完整。别停，这个互动特别自然。不就是两套玩偶服，有什么好拍的？不舒服为什么不说？我怕说了，你会把这套衣服也列入风险整改。已经列了，最长穿戴时间15分钟，每次休息10分钟。你什么时候写的？你第一次走歪的时候。一个普通负责人也敢在公司项目里谈情说爱。程先生，合作这么久，总要给大家一个面子吧？我唱歌跑调，沈老师比较专业。今天宣传片最佳搭档继续受休。怕了？谁怕谁？不到你的血液风光，我们的爱也有时差。找不到记忆里的牵挂，就没出息的放不下。兄弟我的，别把我丢在。配合这么默契，宣传片最佳搭档果然没白叫。苏婉唱得不错。你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包厢太黑，我没站稳。别擦了，越擦越开。你的衣服借给我，别人会误会。误会什么？误会沈老师喜欢多管闲事。这个不算误会。你倒挺会利用机会，程先生身边的人也敢招惹，就不怕哪天被赶走？他借我一件外套，怎么就发展到赶人了？沈一琛只是程少身边做事的人，像你们这种普通人，最好看清自己的位置，别以为靠一点暧昧就能改变什么。我是什么位置？不需要你替我安排。我只是提醒他别影响项目。我愿不愿意站在他身边，是我的事。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下这么大？前面的路临时封了，今晚回不去，先去附近找地方住。阁楼长期没人住，窗户还有点漏雨，要不两位男士挤一间，给姑娘们腾出来。程先生身份特殊，怎么能和别人挤？苏婉一向不挑环境，阁楼应该没问题。你住我的房间。那你呢？大厅沙发。我可以跟唐月挤一间。我倒愿意，可床大概不愿意。病人优先，别争。我早好了。在我这里没有解除观察。
你下来干什么？找水，顺便看看某位坚持睡沙发的风险管理员有没有冻死。怕打雷？不是怕，是尊重自然力量。坐一会儿，等电来。沈老师，醒醒！昨晚你把房间让给我，早餐我请。这是补偿，算风险管理员的加班费。快点，大家都准备出发了。阿姨来份油炸糕。老板，1碗清淡白粥，2个清淡包子。我现在连早餐都没有自主权。你昨天淋雨，前几天刚过敏，吃清淡的。小姑娘，人家男朋友记得这么清楚，你就听一次。不是男朋友。目前不是。程先生，附近没有手冲，我让司机从城里送来的。谢谢，我今天想喝这个，早市的东西比较有生活味儿。好，咖啡我先放这儿。大家检查随身物品，行李装好，10分钟后出发。收到，谁再把东西落下，可没人陪他回来拿。程先生，前排方便看路线，我把您的位置留在这里，我正好坐旁边整理拍摄资料。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没事儿，车在走波浪线，我的胃有点跟不上创意。闭眼，别看手机，你坐我前面的位置。你不是在前面核对行程？行程不会吐，你会。只要苏婉还在，无论我经营多少身份，都赢不了。程先生，我的车好像发动不了，这里信号也不好，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看看？专业问题交给专业的人，20分钟内到。您不顺路送我吗？我和依晨还有事。程先生，生日快乐！这块表我挑了很久，和您平时的风格很配。太贵了，我不能收。对您来说不算什么，家里说重要的人值得特别对待。跑了3家店才找到。你说小时候最喜欢这个，别嫌土。这才叫重要的人，记得我说过什么？董小姐的礼物更有身份，只是程先生不方便当众收。等等。希望身边2个嘴硬的人早日说真话。收藏室里有一套城市老照片，正好能补项目资料，你去看看吧。沈老师，项目资料好像出了点问题，您去图七收藏室看一下吧。程野生日愿望还没实现，先把我们锁成密室逃脱了。怕吗？有你这个风险管理员在，我怕显得不信任你。门打不开，信号也没有，找找有没有能撬锁的东西。别乱搬，先找工具。这里有张照片，是你小时候。先坐会儿。我从小最讨厌这种场合，所有人先看姓氏，再决定说什么话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和你以为的不一样，会生气吗？里面的2位，密室体验要不要续费？沈一琛没有告诉你，他家里一直在给他安排相亲吗？你怎么知道？程先生身边的人，我当然会了解。沈一琛这种身份，能跟着程少已经算运气，婚姻更要听家里安排。他对你热情，只是因为你现在对项目有用。
看清楚了吗？别把别人一时兴庆当成真心。我先不打扰你们。这颗石子得罪你了，一路追着他踢。谁惹你了？没有，沈老师这么忙，还要陪我散步，不耽误相亲吗？那是我姐姐，她从国外回来，全家一起吃饭。你不用跟我解释。你刚才的语气不像不需要。我只是讨厌被人当傻子。相亲有过，没答应。照片里的关系也不是你听到的那样。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因为我不想你误会。那你以后有事直接说，别等别人拿照片叫我认识你。好。大家别乱猜，苏婉可能只是和合作方负责人单独谈工作。谈工作需要锁门吗？实习考核还没结束就这样，影响多不好。你解释一下吧，女孩子的名声最重要，别让大家误会你是靠私人关系拿项目。可以解释，但先请发照片的人解释，为什么我们会被反锁在收藏室。昨晚收藏室门禁被人从外窃手动锁死，5分钟后的手机连接过门口公共网络，走廊监控也恢复了。画面里，许巍关门，董雅琪站在转角拍照。照片里的关系不需要你定义，反锁和偷拍必须按照公司制度处理。你非要把事情做绝？我只是把一件事在一个地方说清楚，锁门的人、拍照的人、发图的人，一个都别藏在误会后面。群里的事闹成这样，对谁都不好。我约你出来，就是想私下把问题解决。你准备怎么解决？拿着，换一身像样的衣服，也离沈一琛远一点。你们的暧昧已经影响公司形象。你把我锁起来拍照，现在又花钱让我承认照片是真的，这个解决方案挺有创意。别装清高，沈一琛只是程少身边负责做事的人，你跟着他得不到什么。相反，只要你不再跟我作对，我可以让舅舅给你留一个普通岗位。原来你替沈一琛决定感情，也替韩为民决定录用，业务范围比副总还广。人与人本来就有层次，你连一只像样的包都没有，凭什么以为能进入我们的圈子？左边少2针，锁扣颜色不对，内衬还是上一季拼的，拿假的东西教别人认清层次，确实需要勇气。你懂什么？我不研究包，但我家衣帽间里有真的。你可以买衣服、买包、买别人叫你一声董小姐，但我的工作、选择和喜欢谁，不出手。我不靠成也生活，也不需要你替我选择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愿意靠近谁，是我自己的事。你刚才那句话是替我解围，还是正式陈述？正式陈述，剩下的我晚上当面说清楚。程野，再跟一步就收陪同费。我只是确保沈老师不会把约会谈成项目复牌。白天那句话不是解围，我喜欢你，从你在场地上先看用户再看面子的时候开始。听起来像项目评价。那我换一种，你被人欺负时会笑着反击，做错时也敢承认。你不因为别人有钱就高看，也不因为别人普通就轻视。我想和这样的你在一起。我也喜欢你，但我有条件。你说。重要的事儿直接说，不许用为我好替我做决定，工作里各凭本事，不能因为谈恋爱就给我让路。还有，不许再让程野跟踪约会。前2条答应，第3条我努力管理他。试用期3个月。我接受考核。
家里长辈希望两家多走动，成套的礼物寓意合作长久。董小姐，你每次说家里，我都很担心自己理解错。年轻人之间的事儿，慢慢了解就好。公司项目期间谈私人感情，多少会影响合作公正。苏婉，你最好注意分寸。你给程野送成对绣切叫家族合作，我和男朋友站在一起叫影响公正，标准挺灵活。工作结果看记录，至于私人关系，他说的没错。程先生，你也不管身边的人。更正一下，我是他的助理，大多数时候是他管我。老板，董总让您别着凉，回家前给他电话。她真是董成远的女儿，身份、年龄、旧照片全对上了。他一旦公开，你和我都完。下一场发布会之前，必须先毁掉他的成绩和口碑。他明明知道大家认错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他故意看我出丑。现在最危险的不是他笑没笑，是他手里有项目记录、事故录音和你利用身份拿资源的证据。那怎么办？只要他公开，我连实习岗位都保不住。发布会是他第一次真正站到高层和媒体面前，我们把他的礼服、座位、汇报资格和最终评分全部拆掉。如果董成远替他出头呢？他答应让他从基层考核，就不会轻易公开偏袒。只要让苏婉看起来靠恋爱拿资源、执行失误、团队不服，他即便承认身份，也会被说成输不起才亮底牌。我负责规则和供应商，你负责制造现场问题。记住，仍然不要亲口说自己是董成远的女儿。只要别人先相信，我就永远可以说是他们误会。对，我们不是撒谎，只是让所有人看见我们希望他们看见的版本。礼服带和主讲证都不见了，后台只剩这件备用白裙和蓝白披肩。时间来不及了，苏婉留在后台整理资料，我替她汇报，也算顾全大局。现场流程不能为一个实习生停下来，就按雅琪说的办。礼服和证件能被拿走，系统记录拿不走。谁上台不重要，谁能回答问题才重要。你来干嘛？为我担心？有，但不是你，是台上那个经不起提问的人。植物染、过敏整改和用户调研都是由我统筹推进的。植物染授权比例、整改完成项数、有效本率分别是多少？授权基本完成，整改也全部到位，样本率大概90%。这3个问题我来回答。你没有主讲证，不能上台。主讲证可以被人拿走，项目创建人和时间追拿不去。调研、授权、整改、反馈，每一项的创建人、负责人和时间时都在这里。品牌不是谁站得更像主人，而是谁能对每一个结果负责。本次联合发布项目，苏婉完成度第1，所有贡献按系统记录重新署名。谢谢大家的认可，这个项目不是一个人的成果，感谢所有参与其中的人。大型合作不能只看执行，也要看资源整合。雅琪在媒体和高层关系上贡献突出，所以我把相关分值调高了。可是项目开始前没有高层协调这一项，规则本来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不是所有价值都能写在表格里。可以调整，但应该在项目开始前公布。项目结束后临时改权重不叫调整，叫先看结果再决定谁该赢。我是部门副总，有权综合判断员工配合度。您可以评价，但无权在考核结束后新增评分项。我接受任何公开规则，哪怕它对我不利，只要所有人从第一天就知道。可一把尺子量完别人，再偷偷换刻度，不是管理，是操控。经复查，本次评分恢复项目开始前公布的原始权重。苏婉本阶段评分第1，韩副总，请确认评分结果并签字。苏婉能赢，是因为沈氏一直替他说话。今天没有沈氏，也没有董事长，只有系统日志。你可以质疑我的能力，但先拿出你自己的交付。邀请函看到了吧？明天上午10点，沈氏总部复牌会，项目组点名让你做主汇报。只是普通项目复办，项目内容是普通的，
会议规格比平时高一点。你们公司的普通项目复盘都需要董事席位牌和正式签约文件。今天会确认下一阶段合作负责人。程野只告诉我会议规格高一点。苏小姐是沈氏正式邀请的项目执行负责人，奕晨，后续合作由你以沈氏继承人的身份正式签字。重新介绍一下，我是沈奕琛的助理，之前顺便兼职身份挡箭牌。所以沈氏点名邀请我来复盘，真正和我签字的人也是你。是，我原本准备今天会后单独告诉你。身份问题会后谈，现在先完成项目复盘。沈氏邀请你，是因为你的项目交付和我们的关系无关。我隐瞒身份，是怕你把这次邀请理解成关系照顾。项目记录是不是靠关系我看得懂，你不该替我决定。我们确认关系的时候说过，重要的事直接说，不许用为我好替对方做决定。是我错了。我不生气你是沈氏继承人，我生气的是你明明知道我每天都在处理别人借身份制造的麻烦，却还是让我从别人的嘴里重新认识你。我没有动用家里替你解决任何事，但这不能证明隐瞒没有伤害你，对不起。项目复盘已经完成，后续签约按公司流程继续。私人关系暂停一确认，我喜欢的是沈奕琛，不是一个又让我从别人嘴里认识他的陌生人。他原本写了17页，我删到1页。谈恋爱不是尽调报告。你可以走了，挡箭牌先生。我懂了。身份可以隐藏给外人，但不该隐藏给你。昨天你说的对，我用害怕关系变坏，替自己拖延了坦白。照片里的相亲对象呢？世交家的女儿，见过2次，双方都拒绝。原图和聊天记录在附件里。你还真做成了附件？因为你说不许别人拿照片替我们解释。我不需要你把所有隐私做成表格，我只需要在事情会影响我们时，你先开口。以后任何会影响我们的事儿，我先说，也不会用沈氏身份替你压下问题，除非你明确需要我作为合作方配合。试用期恢复，隐瞒身份扣20分，剩下80分还有转正机会吗？看表现，只看用户反馈、预算纪律、风险管理和团队合作。任何人在评分前修改规则，成绩直接作废。这次没有董事长和沈家替你说话，很好。我一直想要一个只看结果的考核。社区开放日预算小，媒体少，赢了也没声量。我们另办一场高端公益晚宴，用董事和沈氏名义邀请名流，只要2家长辈做场，所有人都会默认活动得到授权。公司没批怎么办？先以我办公室名义联系供应商，规模做起来后，公司为了面子不会否认。你继续站在台上当董家代表。苏婉呢？让他去社区陪老人孩子，他越认真做小活动，你在媒体上越像真正的主角。大家最想看什么？直接说，我都记。我儿子天天说做项目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做什么。别请明星了，让孩子带我们看看工位，认识同事，比看节目有意思。我想把妈妈加班时画的草稿挂出来，她说不能给别人看。这样做会不会太普通？董雅琪那边听说要请媒体和名流，员工家庭开放日，主角本来就应该是员工和家属，把普通人的故事做真，比拿一群名人装公益难多了。路线要是太长，我怕走到一半就跟不上了。那就在动线中间增加休息区，椅子、饮水和指引都准备好。我们也想自己上台表演。固定节目取消，改成开放麦，想唱歌、讲故事都可以报名。开放麦！我们还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总加班。每个部门用3分钟，不讲口号，只讲他们每天到底在做什么。沈氏志愿者还能做什么？先别当沈少，去帮阿姨贴照片，贴歪1张扣5分。男朋友内部价也不打折。中评期间一律按志愿者价。你们不是来办一场给领导看的活动，是让家属终于看见孩子每天的生活。这就是我们的主题，把公司带回家。
场地、花艺和直播总额已经超过原预算15倍。董事与审视的正式授权什么时候提供？捐赠二维码的收款方怎么是一家活动服务公司？先统一收款，活动后再转公益账户，别在细节上耽误大局。这些钱如果公司不认，谁承担？董总和沈家的人只要出席，就等于默认。两家不可能当着媒体让活动垮掉。请明确签字人，公司拒付时，签字人承担全部费用。等我坐实董家身份，没人会让我自己付。合作很愉快，顾问服务费按约定返还。021号预算由谁批准？系统里没有采购申请。高端资源需要先抢档期，流程可以后补。那正式发起部门呢？审批编号、捐赠账户、公益机构和公司授权，这4目目前能提供哪一项？你只负责自己的社区活动，没资格干涉另一组怎么整合资源。我们使用的是同一家公司名义，也参加同一场中评。越是公益，越应该先说明钱去哪，否则就不是公益，是拿公司的信用替个人做社交。苏婉，你的团队配合一直有问题。公司需要执行者，不需要每一步都质疑领导的人。领导在权限内做出的决定可以执行，未经授权的私人决定不能包装成公司决定。021号方案3天内补全正式授权，否则不得计入中评。另外，韩副总从现在起回避017、021两组评分。苏婉，他已经被要求回避了，还在动你的分数。直接交给评审吗？交，但不是现在抢着跟他吵。系统有日志，纸上也有时间，让他把每一步都做完整。你就不怕他把分数真的改掉？规则能恢复，记录删不干净。一次还能说手误，做的越多，最后越解释不清。开放日只剩2天，舞台团队、主持人和场地怎么全取消了？不是我们突然变卦，是我们收到了你发来的取消邮件。这里，这个地址和你的邮箱只差1个字母，这是故意伪造的。原场地已经临时借给别的团队，主持人和表演团队也重新接了工作，现在都调不回来了。我让审视技术团队帮忙查邮件，也可以让人和场地方重新沟通。技术溯源可以，但不能用审视身份逼社区违约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先救活动。全不要？不是不要，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。家属最想看的本来就不是明星，主会场换到社区有顶棚的连廊，儿童画板直接做背景。每个部门讲一件真实工作，孩子们任何家属想表演的，就上开放麦。没有专业主持，谁控场？为什么都看我？你话多，这个理由非常伤人，所以很合适。如果当天还是没人愿意第一个上台呢？那我第一个。您好，原定的节目因为我们这边的书后取消了，新场地改到社区莲塘，请问您是否愿意继续参加？节目取消没关系，我们把旧照片、孩子的画，还有准备的小节目一起带过去。别人把你请来的人都取消了，反而把真正想来的人留下了。他们能取消我们请来的演员，取消不了真正想来看看家人的人。苏小姐，临时邮箱的注册和登录记录已经找到一部分，还需要对设备和网络日志做交叉核对。先继续查，所有记录封存。你不想先猜是谁？猜没有用，活动先办完，证据自己会说话。原本准备好的表演团队今天来不了，这件事我不想装作没发生。不过这本来也不是一场看别人表演的活动。第一位，我来。我的第一份工作也做错过，
是同事一次次提醒，我才把它完成。他第一次加班回家，鞋都没脱就睡着了，做梦还在背产品口号。我以前总觉得他是不想回家，今天才知道他每天到底在忙什么。下一位可以讲成功，也可以讲失败。今天不考绩效，请。参与人数超过原方案2倍，额外费用几乎为0。因为他们不是观众，他们就是活动本身。大家先别走，难得都在，一起留张合影。苏婉，站中间吧，我站后面就好。今天的主角是大家。邮件来源查清了。3、2、1，茄子！至少今天，他们真正看见了彼此。接下来，该让证据说话了。开放日复核结束，017号满意度暂撇第1。现在核对伪造邮件的溯源报告。临时邮箱由许巍曾经使用过的一台旧设备注册，发送前，这台设备连接过韩副总办公室网络。邮件附件模板与董雅琪上传过的晚宴邀请函文件存在同源编辑记录。请许巍进来核对这台设备。那台电脑早就不用了，谁都可能碰过。注册时间是晚上9点14分，同一时间，你的员工账号登录过这台设备。邮件署名是苏婉，你也知道社区会把它当真。我没想把活动彻底取消，那你想做什么？董雅琪让我注册一个相似邮箱，韩总说只是给017制造一点压力，让你临时出问题。你明知道那是假的。我以为董雅琪以后会进管理层，他答应我，他转正以后会带我。晚宴邀请函里有一部分节目名称和社区名单，也是我们从017资料里复制的。韩总让我们把韩总联系的社区参与者包装成董家公益嘉宾。谁让你们改的？什么时候改的？文件放在哪里？聊天记录还有没有？有。021号中评资格暂时冻结，启动独立复核。这些证据现在公开，已经足够让021停止活动。你要马上公开吗？先封存。还等？假邮件、评分修改、公司授权、晚宴费用，如果只接一个动作，他们还可以说是员工自作主张。我要知道这是不是同一条线。4组材料并案封存，转入联合复核。昨天封存的4组材料，今天进入联合复核。先核对017号原始评分和修改日志。017原始综合排名第1，预算纵正会结束5分钟后，团队合作一项被扣掉10分。我是部门副总，有权评价新人是否服从团队。您可以在范围业内的规则范围内评价，但您已经签署回避声明，也被明确禁止参与2组评分。这条信息怎么解释？没有公司授权，没有正式公益机构，没有合法捐赠账户，却已经签了场地、珠宝和直播，这不是提前预留，是先替公司欠债，再逼公司认账。我只是指导实习生。明明是你说，只要活动规模做起来，公司为了面子一定会认。即日起，暂停韩启明全部管理和考核权限。021号成绩冻结，晚宴订单与供应商往来进入全面审期。021已经被冻结，晚宴怎么办？现在取消，场地和直播一样要赔。你先称呼公司已经在查我们了，所以更不能停。今晚由董沈两家年轻一代共同推动公益计划，也意味着双方未来会展开更加深入的合作。接下来进入现场提问环节，请有问题的来宾举手示意。请问活动由董事哪个部门正式发起？还有审视授权文件在哪里？最后今晚的捐赠款又进入哪个正式公益账户？今天是慈善晚宴，不是审计会。
正因为是慈善，才不能让宾客把钱捐进一个没人解释的账户。董事财务已经正式拒绝结算，场地、花艺、珠宝保险和直播均由董雅琪女士和韩启明先生个人确认。请问这些合同为什么没有公司公章？董事和沈氏的正式授权文件又在哪里？董总和沈家长辈马上就到，他们出席就代表集团认可。董叔叔，现场只是有一点流程误会，您来了就好。我什么时候允许你这样称呼我？董氏集团从未发起这场晚宴，也从未授权你使用董事名义。沈氏同样没有授权。还有，程野不是沈家继承人。我从第一天就说过，我是助理，是你只相信自己想听的版本。正式介绍，苏婉，我的女儿，她从基层实习，是她自己的选择。不可能，他姓苏，你姓董，你们怎么可能是一家人？她妈妈姓苏，苏婉随她妈妈姓。完整时间轴已经固定，每个节点都有账号、邮件和签名记录对应。我是为了公司声誉。是他告诉我，只要不亲口承认就没事。晚宴和珠宝都是你坚持追加的。没事。原来真相不需要争辩，签名、邮件，还有每一次选择，都会替人回答。集团拒绝结算以后，个人确认部分由实际签署人与担保人按照合同承担。主要追加项目都是他决定的。韩先生，场地和直播的担保确认来自您的私人邮箱。董雅琪终止实习，取消全部中评资格。韩明明解除管理职务，追回违规审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苏婉，你说过不会靠身份报复我，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我一次次的忍让，换来的是你越来越自以为是。好自为之吧。下面公布制度处理及本次实习中评结果。今后所有项目署名必须保留系统原始记录，考核规则不得在项目结束后临时修改。所有对外授权、签约与费用承诺必须履行正式审批程序。许巍、赵倩给予书面处分并调离对外岗位。唐月因保存关键记录，坚持执行流程，予以通报表扬。相关处理公布完毕，下面公布匿名中评结果。编号017，在用户反馈、预算纪律、危机政府和团队合作4项综合排名第1。编号017，获得正式录用。录用岗位：品牌体验策划师。谢谢。我今天最在意的，不是大家终于知道我是谁，是在身份公开以前，017已经赢了。董总，匿名评审而已，不值得骄傲。那您别偷拍我的录用通知。本次实习中评大会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参与，散会。恭喜苏策划，你也不赖，沈助理，今天给你加5分。所以今天的考核都结束了，公司的结束了，还有一个没结束，晚上再说。苏婉，沈助理，大晚上守在这里是在等谁？等人也算加班。沈少今晚不用加班？沈少已经下班了。那现在是谁？男朋友。这里没有志愿者岗位给你了，所以来申请别的岗位。你还挺会挑时间。你说公司的考核结束了，还有一个没结束。
谁让你乱刻我的笔？申请人自费承担修改成本，态度还可以。所以我的试用期成绩呢？苏婉，听见了？自从80分之后，我应该挣回来不少分。还不错，99分，还是少1分，给你继续努力的空间。那到底算不算转正？有条件录用。条件是什么？第一，重要的事先说。好。第二，不许打着为我好的名义替我做决定。好。第三，还有。第3条暂时没有。那我理解为正式转正。你这个人很会自己总结结论。这次可以反驳。暂时不反驳。还有一个历史问题。什么？男朋友内部价现在能打折了吗？可以。几折？看表现。接受长期考核。